2022年2月，俄烏戰爭爆發。那天早晨，雷達亮起，烏克蘭的天空只剩靜電聲。全世界的軍事分析師幾乎都下了同一個判斷：烏克蘭的空軍撐不過1周。俄羅斯手裡有1500架戰鬥機，還有號稱全球最緊密的防空網絡，而烏克蘭能飛的蘇聯舊機不到100架，老雷達、老導彈、老系統，連飛行員都承認，抬頭看的天空隨時可能變成敵人的。可3年過去，結局卻反了。俄羅斯沒能掌握烏克蘭的領空，反而讓烏克蘭在空中學會了反擊。這不是什麼奇蹟，而是一場硬生生改寫出來的進化。可故事沒停在那一刻，真正的轉折才剛開始。那時的烏克蘭空軍幾乎是靠信念飛，飛機老、零件缺、維護難，連防空系統都得靠上世紀的蘇制設備。面對俄軍龐大的空中火力，他們幾乎沒有還手之力，但他們硬是守住了，靠低空突防，靠伊沃尔，靠把每次起飛都當最後一次，直到一批西方戰機出現在跑道上 ，F-16戰損。那一刻，空軍的命運徹底改寫。這些飛機原本是別人退役的舊貨，可在烏克蘭人手裡，卻成了新一代的希望。他們等了太久，等的不只是飛機，而是能決定自己命運的工具。邏輯只是框架，真正讓人記住的是第一次實戰。要說 F-16的名字第一次被全世界記住，得從2024年12月那一夜講起。俄羅斯發動了大規模空襲，200架無人機，90多枚巡航導彈，一起撲向烏克蘭的能源與防空節點。那一夜，一名烏克蘭 F-16飛行員起飛，他的名字至今是機密。機上只有4枚導彈，2枚中程的 AIM-120，2枚短程的 AIM-9響尾蛇。照理說，這樣的彈量根本不夠，但那一夜他連打6枚巡航導彈，導彈打光，燃料也快見底。他在雷達上又看到一枚 KH-101正朝基輔飛去。任何人都會返航，他沒有。他拉起高度，調整航向，用 M61火神炮硬剛巡航導彈，距離不到半英里，火光劃破夜空，導彈在空中炸成火球，碎片擦過機翼，他還活着。事後分析錄像才發現，那2枚他擊落的目標其實是並排飛行的雙體陣列，雷達上只會顯示一個點，這是俄羅斯故意設計的誤導航跡，目的是干擾攔截機判斷。他一炮2彈同時炸。這不是運氣，那是18個月高強度訓練的結果。烏克蘭飛行員用的是最樸素的邏輯，沒時間想能不能，只能想要不要。美國空軍後來把那次戰鬥寫進教材，那是歷史上第一次 F-16在實戰中用機炮擊落巡航導彈。一個從沒被看好的國家用舊飛機打出了一次教科書級的防禦。這個人的勇氣只是開頭，真正的底氣來自整架體系的重生。問題是烏克蘭怎麼做到的？怎麼從一支被判死刑的空軍變成能與俄軍拼制空的體系？靠的是那些原本要進倉庫的 F-16。2024年8月，第一批飛機交付，外界唱衰的聲音很大。他們說這些都是 Block 10、Block 15的舊機型，飛行時數太高，性能老舊，連雷達都不先進。但烏克蘭人沒挑，荷蘭、比利時、丹麥在換 F-35。這些舊 F-16原本要麼拆零件，要麼擊灰，要麼進博物館。現在他們有了第2次生命，北約真正拍板把這些飛機送出，已經是開戰後第18個月。原因很簡單，這比讓他們爛在倉庫裡更划算。別誤會，烏克蘭拿到的不是2手機，每架飛機在運抵前都被徹底改裝，主要是歐洲盟友提供的 Block 15和 Block 20升級版，改進任務計算機，加上目標指示吊艙，能掛北約標準彈藥，能執行精確打擊。雖然趕不上 F-22、F-35，但在老平台上，這已經是極限配置。相比之下，烏克蘭戰前能用的全是蘇制舊機，米格29、蘇24、蘇27，老難修，零件貴。而零件供應商是誰？俄羅斯。這就意味着修的越多越被動。更諷刺的是，烏克蘭當年還把庫存武器賣給過俄羅斯。現在靠着別人淘汰下來的飛機，他們反而守住了自己的天空。而讓廢鐵變利器的關鍵不在外殼，在系統。別把舊機當廢鐵 ，F-16的底子雖然老，但升級潛力巨大，核心改動全在腦袋裡。升級內容包括電子作戰綜合掛架系統 （EC-IPS）、諾斯羅普·格魯曼的 AN/ALQ-162干擾器、AN/AAR-60導彈告警器，以及整合後的 Terma PIDS+ 保護系統。這些模塊讓飛機有了自己的防禦邏輯。
系統重寫威脅庫，把俄制雷達和導彈特徵寫進算法。雷達信號一來，系統能自動判斷，自動釋放誘餌，開啟干擾。吊艙、告警、數據鏈3套系統一起跑，飛行員在屏幕上能直接看到誰在發射，從哪兒來，怎麼打，幾秒鐘的差距就是生死線。但雷達短板依然存在。AN/APG-68 脈冲多普勒雷達雖然進步，探測距離仍比不上俄方蘇35的雷達，所以烏克蘭的解法是體系，讓別人替你看。用外部雷達平台彌補視野。瑞典的遠程雷達飛機提供目標坐標，通過 Link 16數據鏈傳回。F-16再用 AIM-120執行遠程攔截，外部傳感器負責看，數據鏈負責傳，電子防護負責活。結果就是舊機能在現代空戰裡和俄軍的新機打成勢均力敵。能看見是一回事，能打中才算數。接下來輪到武器登场。武器這塊改得很實在，烏克蘭的 F-16掛的是老款 AIM-9LM 響尾蛇和 AIM-120C， 可能是 C5 或 C7 型，不是 AIM-9X， 也不是 AIM-120D。但別小看這一步，相對蘇系導彈，這已經是跨代升級，性能穩定，命中率高，反應快，對付無人機、攔巡航彈這套組合已經夠用。重點在對地打擊，升級後的 F-16能掛更多精確制導炸彈。HARM 反輻射導彈、GDAM 制導炸彈、阻尼火箭、九頭蛇火箭、SDB 小直徑炸彈和鋪路激光制導炸彈，從反輻射到定點清除全線覆蓋。飛行員的頭盔系統也跟着升級，聯合頭盔瞄準系統讓他們能看哪兒打哪兒，離軸發射，直觀操作。蘇式老飛機根本不可能做到，這不是簡單換幾種彈，而是作戰邏輯的升級。邏輯升級之後，系統也得跟上。再來講講真正的換腦，老式模擬系統被徹底推翻，機載電子與通信模塊全線換成兼容北約的數字系統。在2024年8月正式飛行前，從丹麥、荷蘭、挪威運來的 F-16AM 做了大量改裝，新的核心與火控計算機，先進的詢問識別器，聯合頭盔瞄準系統 ，Sniper XR 紅外瞄準吊艙，北約 Link 16的數據鏈，以及3塊大型多功能顯示器的玻璃座艙。這些模塊拼在一起，讓 F-16從戰鬥機變成了多用途平台。飛行員看到的不再是儀表，而是戰場目標、預警、友軍軌跡全在屏幕上。拿米格29一比就懂，那是模擬時代，這是數字時代。前者靠經驗，後者靠信息。僅僅在態勢感知這件事上，烏克蘭飛行員就已經領先整整一個時代。可技術再強，也得有人去駕駛，而這些數據、屏幕、算法，最後都落在一個人身上。飛行員代號 AD， 烏克蘭一名頂尖 F-16飛行員。他早在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前就在駕駛米格29，那時候他屬於蘇聯系統。他親歷了從蘇系到西方戰機的完整過渡。他說得很平靜，這不是簡單換飛機，而是換作戰思維。AB 描述他和連隊完成了數百次空對空任務，他們攔截俄羅斯的巡航導彈，也擊落伊朗設計的沙赫德格朗無人機。這些無人機本質上等同於遠程精確制導巡航彈。更重要的是，這小支 F-16機隊雖然只佔烏克蘭空軍一小部分，卻承擔了絕大多數空戰任務。他們忙到飛行時間和任務密度都超出常理。烏克蘭能把 F-16推到前線，背後是殘酷的實用主義。蘇聯老機群維護成本高，零部件靠俄方生產，這意味着維修受制於人。現實擺在眼前，在零件越來越難找的情況下，烏克蘭只能靠2條路：要麼繼續修補舊機，消耗越來越多資源；要麼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的新平台與零件上。於是，實戰創新開始發生。飛行員和地勤不是等着成熟戰術來教，他們邊打邊寫戰術。很多概念，美國空軍只在模擬裡討論，烏克蘭卻把實戰中的他們踐行出來。最不可思議的一點是，他們幾乎沒有西方常規的支持體系，沒有完整訓練體系，沒有既定程序，沒有外包維護的常態。他們在條件極差下學着維護飛機，學着武裝飛機，學着飛和打。他們是在邊走邊寫作戰規則，把理論變成動作，把演習變成日常任務。換句話說，奇蹟不是來自基地的奢侈支持，而是來自機場跑道邊那群隨手就能把飛機推上天的人。美國把敏捷作戰部署搬到實戰裡，聽起來是高層概念，
做起來卻是血淋淋的練習。烏克蘭 F-16部隊在實戰中先行一步，他們分散起飛，頻繁遷移，不斷換跑道，目的是讓敵人難以鎖定位置。結果很直接，即便俄軍持續轟炸基地，烏克蘭的出動率仍然保持，很多基地完好，很多飛機還在飛，這比任何模擬都更有說服力。敏捷不只是戰術，還是生存方式。靈活跑位既保護飛機，也保護人。安全措施也做得很謹慎。烏克蘭不公開 F-16飛行員的身份，名字保密，任務保密。那位擊落6枚巡航彈的飛行員現在仍匿名，原因簡單，暴露就意味着目標，所以成績能被記住，名字要被藏起來。這既是策略，也是對人的保護。可別以為一切都順風順水。AB 反复提醒，每天都在和電子戰較勁。俄羅斯擁有極強的電子戰能力，他們能干擾，能欺騙，能制造虛假信號。每次出動，飛行員都要穿過這個電子迷宮。F-16的雷達與目標指示確實有幫助，但在電磁頻譜裡，這是一場持續的拉鋸。AB 強調，烏克蘭需要更強的電子戰對抗系統，哪怕是現階段的 EC-IPS Plus 也還不夠。有了更強的電子對抗，飛行員才能把注意力放在任務上，而不是一整天躲信號與假回波。還有硬傷射程，烏克蘭 F-16常攜帶的導彈有效射程大多在20到50英里之間，而俄羅斯的 R-77射程更遠。換句話說，烏克蘭常常要更靠近目標才能開火。接近意味着暴露，意味着風險，因此 F-16的主要角色更多偏向攔截巡航彈和無人機，而不是去找蘇35打1對1的空戰。這不是飛行員的問題，而是技術現實的判斷。被問到美國還能怎麼幫 ，AB 的答案很直白：派 Block 70 F-16和更多導彈。Block 70是 F-16的一個現代化頂配版本，有 AESA 雷達，有更強的電子對抗，能兼容最新精確武器。他認為有了這些，烏克蘭才能真正追求空中優勢。但 AB 也說得明白，即便沒有這些最頂級的改進，技術創新和決心已經把老機發揮到了極限。F-16的意義大於單個戰役，在他們到來之前，俄羅斯能從遠處發射巡航彈，幾乎不受威脅。他們為地面部隊提供空中掩護，進而支撐機械化推進。有了 F-16，這個局面被動搖。F-16主要承擔主動攔截的工作，打擊巡航彈與無人機，同時對俄方指揮所、後勤和防空系統實施精確打擊。還有一個硬數據值得注意 ：F-16的有效載荷幾乎是米格29的2倍，這意味着更多炸彈、更多掛載、更多選擇，並且這些飛機可以直接掛上西方彈藥，幾乎不需要複雜改裝。如果把 F-16和烏克蘭日益成熟的遠程無人機能力結合，穿透力會遠超紙面上的數字。這就是空中優勢的起點。F-16的存在改變了對手的行為。現在俄軍把關鍵戰機往後撤，減少前線曝光。蘇34與蘇35不再像以前那樣靠前部署，他們把任務下沉，更多使用中程滑翔炸彈。問題是滑翔炸彈精度差，再遇上電子戰干擾，命中率更低。總體上，俄羅斯的空中支援、地面推進模式被顯著削弱。空中優勢的心理效應已經在戰術層面顯現，地面的後果也立刻顯現，補給線變得脆弱，後勤變得危險，老舊裝備、老舊補給體系在精確空襲面前更難存活。例如 F-16與幻影2000配合的空襲，促進了烏克蘭在某些戰區的反攻行動。幾個月之內，戰線出現被動向主動的窗口，這就是制空權帶來的戰略性收益。展望未来，只要戰爭繼續，援助不斷 ，F-16的數量會增加。北約國家換裝 F-35之後，舊機庫存會釋放。挪威、荷蘭已經完成或正在完成換裝，丹麥計劃在2025年底退役其 F-16，比利時在2030年前也計劃使用 F-35替換舊機。這些退役的 F-16與配套物資將成為烏克蘭持續補給的重要來源。這就是所謂的車庫甩賣時刻。退役國家的倉庫裡有發動機、掛架、測試裝備、彈藥配件，這些東西 F-35用不上，但對烏克蘭卻是命脈。把這些零件和設備轉移過去，等於把一個國家的維修能力瞬間拉起來。別忘了還有土耳其，它是全球第2大 F-16用戶，擁有國產化和升級能力。
土耳其已經在升級 Block 30、40、50型號。有傳說，土耳其可能把部分舊機轉給烏克蘭，以換取從美國購入新機。這既可能是工業互惠，也可能是地緣政治的一部分。烏克蘭上空已经變成現代空戰的試驗場，蘇聯戰術與西方技術在這裡碰撞，電子戰決定成敗，飛行員的技巧決定生死，每次起飛都是一次檢驗，每次返航都是一次答案。在這個天空裡，誰先掌握信息，誰就先定義戰爭。喜歡這期內容，記得點讚訂閱頻道，更歡迎您在評論區留下寶貴意見，我一定去看。我是瑞，我們下期再見。